其实他3年前就已经想到了改良的办法，但是实际操作起来难题一件又一件。没办法，他之前已经改良太多次，就算有外金丹加持，可提升空间也已不算太大，只能够另辟蹊径，多开发其他通路。化身确实是一个难题。李长寿揉了揉眉心，躺在小琼峰的树下，看着远处那被芥子乾坤大阵扭曲显得无比恢宏的太白殿，心神慢慢的放空。突然有点想去见云霄了。这几日没事，那我就给自己偷偷放一个假，主动去一次三仙岛吧。上一次我们2个人的关系已经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大概吧。这一次我怎么着也要从牵手、波瑞嘴进入到下一个伟大的阶段，礼节性的浅浅抱抱。心神扰动。李长寿立刻闭上双眼，查找扰动的来源。我在外面撒出去的指导人，只有几只预留了一丝微弱的心神之力，此刻就如同下意识感受到了我在意之事。须臾，李长寿闭着双眼挑了挑眉，寻到了扰动的所在。那只黑豹精突然出关了。心神落归南赡部洲、中神州、东胜神州边界某山谷之外。李长寿的指导人睁开双眼，入目是一片灌木林，身形悄无声息地融入身下大地，几乎习惯性地催起了风雨咒，小心地探出仙石。立刻听到了那黑豹站在自己洞府前的呢喃：你还好吗？这应该是在怀念那只水妖吧。说起水妖，李长寿也有些感慨。原本黑豹的修为是不如水妖的，水妖对黑豹也是百依百顺，且不断的鼓励。但当黑豹找回了前世记忆，知道他自己上辈子就是截教仙，并执意去金鳌岛一次，水妖就选择了不告而别。就听黑豹又喃喃道：路鸦前辈。李长寿满头的黑线，再想我这个当年假的路鸦可还行？罢了，不要在意这些细节。李长寿推算了一下时间，南赡部洲此时距离商国汤成为新一代人皇大概还有200年之久。原本的封神故事中，申公豹是代缢拜师，与姜子牙一同拜入了玉虚宫门下。现如今封神榜在天庭手中，莫非申公豹和姜子牙还要拜我这个太白金星？这不乱了套了吗？李长寿心底一阵思索，也捉摸不透身为捷运最佳合伙人的申公豹后续会有哪般命途，只能看紧点了。这个黑豹伸了伸懒腰，收敛自身妖气，又绽放出一缕清气，却是暗自修了截教的法门，勉强算是改变了自己妖族的根脚。他如今已经摸到了天仙境的门槛，修为速度着实不算慢。此时黑豹一动，李长寿就觉得这是天道要搞事，或是给黑豹修行提速，或者是要用黑豹去做些什么。黑豹驾云腾空，在空中犹豫了一阵，便朝着东南方向飞去，似是要去金鳌岛。李长寿想了想，并未让这一具指导人跟得太近，而是开启了东海之下埋葬的部分指导人网络，将黑豹的一举一动尽收心底。蓝天悠悠，白云悠悠，黑豹似乎已经走出了被抛弃的阴霾，保持着中年道士的模样，在空中悠悠地前行，甚至飞着飞着还哼起了小调。李长寿，我是不是操心操太多了？这黑豹明显是真正的大劫之子，天道亲儿子呀！在封神大劫全面爆发之前，天道怎么着也不会让这黑豹出事吧？我看他做甚。算了，稳一手吧。
虽然不敢说我有把握把黑豹完全掌控在掌心，但是要让黑豹在关键时刻为我所用，还是能有9成的把握，给道祖多一点尊敬。但接下来的事情发展开始渐渐地超乎李长寿的想象了。黑豹朝着东南方向飞了一阵，去的也确实是金鳌岛的方向，但是飞到大概南赡部洲东南角附近，黑豹皱了一下眉，突然就掉头飞向了西南，并在南海之滨遇到了一名驾云向北的中年道者。李长寿心底暗叹，天道在背后操作的痕迹也太重了一点吧，一点都不自然的喂。洪荒炼气士数不胜数，而今虽然是大节期间，很少有炼气士外出走动，但从南海而来，路过南赡部洲东侧去东胜神州，这完全没有什么异常之处。但黑豹与这一名中年道者错身而过时，黑豹眉头轻皱，犹豫一二，侧身道一句：道友请留步。那中年道者眉头一皱，转身看向黑豹。李长寿的心底也是微微惊讶，双目微微眯起，紧盯着这一名中年道者。这一盯不要紧，李长寿一眼就看出这中年道者不是人。中年道者转过身来，对着黑豹拱拱手，笑道：道友请了，为何突然让贫道留步？贫道似乎与道友并不相识。黑豹双目之中有些迷茫，盯着这中年道者看了一阵，尴尬一笑：贫道还以为是故人，没想到却是认错了。道友勿怪，勿怪。善。中年道者含笑答着，笑容如沐春风，但不知何故，黑豹却觉得这个人有些虚假，不真实。具体哪有问题，黑豹也说不出来，甚至自己为何会突然往这儿飞，黑豹也不知何故。两个人互做了一个道揖，各自扭头离开。那中年道者自是有些提防，用仙石锁定着黑豹，但黑豹飞出他仙石探查的范围。此人轻轻舒了一口气：好险，差点暴露了。我叫杜书人，不是人，也不是洪荒生灵，是在洪荒世界被称之为域外天魔的特殊存在。杜书人自然是假名字，我占据了这个身体后随便取的。能来到洪荒世界并不是什么幸运，也不是什么努力的结果，一切都是水到渠成。我从降生那一刻开始就被当作人族来培养，虽然被称为域外天魔，但实际上我们也是真灵与大道共振产生的生命形式，与洪荒生灵的本质是一样的。我们诞生于混沌海一些相对稳固的角落，模样自然与洪荒生灵不同，因为道则不同，对先天道区的定义也就不同。环境决定了是歪瓜还是裂枣。其实傲慢的洪荒生灵从未正眼看过我们。不同我们其实主要分为7个大类，3种形态。用洪荒的话来描述，3种形态分别为心魔、拟真、类灵体。当然，这是我杜书人自己总结归纳出来的分类。所谓的心魔形态应该是洪荒生灵最熟悉的，而类灵体形态是玄都城外最常见的。因为我们生活在洪荒天地外围的混沌海中，受洪荒道则影响较大，所以严格来说，我们与洪荒生灵有许多共同之处。跟那些丑陋且真正奇形怪状的混沌海生灵完全不同。我杜书人就是心魔的形态，其实我更愿意将域外2个字去掉，称自己为杜书人天魔。我曾经有一具实体，但随着不断修行和蜕变，身体已被完全舍弃，化作单纯灵体的存在。如何蛊惑炼气士，如何放大炼气士道心缝隙，如何趁虚而入吞噬炼气士的元神，让他们成为自己的养分，是天魔的必修课。而我杜书人和普通的天魔还不同，我资质优异，是一个上流出身的天魔，从小就被培养如何做一个炼气士，为的就是有朝一日在侵入炼气士元神，控制炼气士身心之后，能像个普通炼气士一般生活。那些个低等天魔只知道杀杀杀、砸砸砸，让我杜书人感觉异常尴尬。一个优秀的心魔，
就该读书、听曲儿，多一些熏陶，搞一点艺术。不然我们来洪荒世界做什么？单纯来送死吗？不过我读书人也不知自己被培养那么漫长的岁月来洪荒到底做什么。我是2年前混入洪荒世界的，临行前曾把我从躯体上分裂出来的母亲带着我去了族内圣地，拜见一个无法感知、看不清具体身影的庞大黑影。我感觉到自己的渺小与卑微，当时只能缩成一团黑雾，如老鼠一般瑟瑟发抖。而后那圣地的主宰与我的母亲交流了一阵，而我不小心用天魔的神通感受到了某段对话。主人，他可以吗？可以，把计划打入他的灵中，让他一步步知晓自己下一步该如何做。是主人。您需要用餐吗？母亲有些激动地问着，已经迫不及待地要从自己那庞大的身躯上分裂出一只只个体。那模糊的黑影将母亲分裂出的兄弟们一口吸掉。好了，我早已恢复元气，最近需要沉寂，派他去吧，找之前选好的炼气师躯体。那黑影如此叮嘱了句，我的母亲意犹未尽地轻叹着，带着我离开圣地。最后就是无聊且枯燥的寻找缝隙、降临、蛊惑、夺舍、伪装。我得到的第一步计划是从边缘的大千世界赶往洪荒世界最核心地带5部洲，而到了此地之后，我等了半年，又等到我心底浮现出第2步计划。这个计划是什么呢？是去东胜神州找一家仙门，依附于天仙境的炼气士身上。于是我只是普普通通从南海某个方阵飞往东胜神州。这一路本来无惊无险，就在刚刚在进入南赡部洲的边界时，突然遇到一名老道，对我喊了句道友请留步。当时我还以为自己要暴露了，但对方却认错了人，而我的表现也近乎完美。混入洪荒本就不是什么难。道友，耳中突然听到了一声呼唤，这嗓音似乎就在耳旁。杜书人略微有些不解，扭头看过去，立刻就看到了一名面带微笑的青年道者。对方含笑，微微摇晃着手中的玉笛。有没有兴趣一起爬个山啊？爬山？这是什么奇怪的要求啊？杜书人第一时间其实是拒绝的，但当他被一把夹带着雷霆之力的宝剑抵着背脊，自身却是闪躲都无法闪躲。对方是个高手。杜书人的魔心紧缩，天魔本体完全躲入了这一具道躯的元神内，让元神看起来毫无异样，全力隐藏自己的特异之处。道友这是何意？请。李长寿做了一个请的手势，手中的宝剑晕着雷光，却是丝毫没有要回收的意思。杜书人眉头紧皱，我与道友可是有什么？你长剑渐渐毫无阻碍地穿透杜书人背脊的衣物，在他的道躯上开了一个小孔，喷出了一支小血箭。杜书人眼睛一瞪，扭头刚要对李长寿怒目而视，却感觉到背后这青年道者那微笑之后透露着冰冷的杀意。我暴露了，这怎么可能呢？我跟普通天魔自不相同，是由母亲直接缔造而成，用洪荒生灵的标准，我在天魔这个群体当中那也是权贵。这具道躯更是母亲培养多年，自幼年便种下道心缝隙，我侵入他道心时丝丝顺滑，毫无阻碍，这怎么可能直接暴露呢？请吧。李长寿又催促了一句，宝剑微微晃动。杜书人扭头瞪了眼李长寿，眼底带着少许的阴冷，但是随之一甩衣袖，哼，粗俗！既然要贫道去爬山，那怎么也要给个地界。往东。李长寿淡定地道了一句，宝剑抵在杜书人脊背，心底却是一阵嘀咕，这个家伙真的被域外天魔给附体了，倒是跟我曾在玄都城边界的小千世界遇到的那些域外天魔略微有些不同，总有一种
这个天魔似乎不太冷的违和感。话说回来，天道操控黑豹引我过来，到底是为了什么？不太可能是让我特意跑一趟过来灭一个天魔。明明一道天雷就能办到的事，还要拐弯抹角的启用黑豹这种大级法宝神。不多时，李长寿也感觉出了这个家伙的与众不同之处。似乎这只天魔的想法很多，思维很活跃，目中也蕴着一些活泛的光亮，很接近洪荒正常的生命。一个域外天魔，不远千万里，从混沌海中跑到了5部洲，又有哪般图谋，何种算计？究竟要做什么？这小天道，这个小天道并非是蔑称。这次引动黑豹，让黑豹引我与这域外天魔偶遇的，就是天道本身的意志，与道祖无关。与那次让我梦到红莲即将出世，冥河老祖即将复活，是同一股意志。相比于能够随意干预天道，却不会被天道影响到的道祖老爷，这不就是小天道？天道这次为何不直接给我传梦？应该是怕我故意视而不见吧。李长寿的心底如此思索着，表面不动声色，手中宝剑毫无征兆的前地，很自然的就戳了第2下。第2股小血柱向外喷涌，与第1股相映成趣。杜树人瞪着眼，扭头看向李长寿：“道友，又怎么了？”果然有点意思，不会义愤填膺的暴喝怒骂，更没有明显不怀好意的要与我拼个鱼死网破，而是选择了从心大法。这域外天魔意外的怂怂的。